回歸普通小學。因為那裡的教学進度和私立學校不太一樣，於朦朧只能重讀1年級。他笑自己，硬是比別人提早10幾年體驗了一把復讀的滋味。於媽媽還擔心他會跟不上，可是1年級哪有可能跟不上？普通學校的生活比起私立學校寬鬆很多，不再有嚴肅的生活老師和教官。爸爸媽媽因為工作也不輕鬆，很多時候於朦朧也只能自己待着。因為有私立學校的一段學習經歷，於朦朧在英語、語文方面的成績很好，但是他非常不喜歡數學，一到數學課就頭昏腦脹。也許是這個原因，他當時產生了一些逃避的心理。正巧這個時候，一個風靡全國的東西開始佔據於朦朧的生活——遊戲機。男孩子大約都有迷戀遊戲機的一段時期，於朦朧當時也幾乎達到沉迷的程度，每天除了上課就是打遊戲。雖然不敢逃課跟同學去遊戲廳，但是他的作業開始亂做，聽課也不那麼認真了。放寒假的時候，去媽媽工作的地方，在那邊的遊戲廳也是天天打遊戲，弄得作業也不想做。開學了以後，心思根本收不回來。我在干嘛？对于这個新情況，於媽媽一直看在眼裡，但是不知道該怎麼去做。她不想打罵於朦朧，因為她覺得每個孩子都會經歷這麼個階段，可是放任不管更是不行，有可能會毀了於朦朧。焦急的於媽媽最後絞盡腦汁想了一個出人意料的主意，她反其道而行，把各種各樣的遊戲機都給於朦朧買回了家，讓她在家裡自己一個人玩。果然不久之後，這個辦法開始奏效，缺少了遊戲廳那種氛圍。儘管遊戲玩得很好，但是於朦朧開始不再那麼執着和好奇，慢慢的對打遊戲也不那麼熱衷，有驚無險地度過了這段短暫的叛逆期。注意力回到學習上以後，於朦朧的成績很快又恢復到了之前的水平，作業也按時交了。就在這個時候，老師為了鼓勵他的進步，讓他當了班上的學習委員。於朦朧再一次成了班級的管理人員，他完全沒有興奮和激動的心情。學習委員比起班長，管的事情雖然少，但是更吃力不討好，每天負責收全班同學的作業，還要督促他們複習功課。這兩項工作讓於朦朧覺得挺可怕的。一個班級幾十個同學，總會有調皮搗蛋的人。有時候早上有些同學沒有寫作業，會跑去廁所裡抄。於朦朧不好意思去報告老師，只能跟在旁邊等着，一邊忍受着不好聞的味道，一邊不停地催他們快點快點。於朦朧最討厭的事情就是背書，那時候當學習委員還要幫別人背書，這是好矛盾的生活。但是這一切於朦朧都默默地忍了下來，他還是像以前當班長的時候一樣，用自己比較溫和的方式去做那些當時會引起同學不爽的事情，善意地表達自己的立場，並最大限度地幫助同學。這樣的方式很奏效，於朦朧到畢業為止都一直是老師眼中滿意的好學生，同學眼裡既盡職盡責又不討人厭的班幹部。進入中學以後，煩惱的事情就不再佔據於朦朧的主要時間了，學業任務加重，他也再一次的沒時間去想其他的事情。繁重的壓力之下，於朦朧也開始有一些反感學校，覺得累，只有放假時才會覺得開心。進入初3以後，於媽媽開始跟於朦朧談起關於未來的計劃。那個時候，於媽媽覺得她成績並沒有很好，所以如果能有一技之長，以後念藝術學校也不錯。因為當時逃離學校的想法太強烈了，如果能夠考上藝術學校，於朦朧覺得這是最直接簡單的一個解脫的方法。於朦朧說，事實上媽媽對於她考藝校的這條路，其實很早就有了想法。她小學3年級的時候就試着學了一段時間的鋼琴，關於這段記憶，於朦朧也記得挺清楚。她說最初是看到電視裡會彈鋼琴的人顯得特別帥氣，於是軟磨硬泡主動請求媽媽讓她學。
為此還專門買了一架鋼琴。剛開始學的時候，他覺得自己以後一定要當鋼琴家，但是後來進入練指法的階段以後，他就覺得有點受不了了，很枯燥，很沒有意思。那個時候爸爸媽媽工作都很忙，大多數時候還是舅舅和舅媽送他去老師家上課的。為了不耽誤學習，鋼琴課都安排在周六，短短的周末休息時間又少了一半。這點也讓於朦朧在去學鋼琴的路上覺得特別痛苦。有的時候學習太忙，又貪玩，他沒時間練琴，一想到上鋼琴課就會做噩夢，怕老師打手心。可這些都是自己要求的，只能默默堅持下來。這些矛盾的情緒，一直到於朦朧能夠完整彈奏一首曲子的時候得以緩解。那個時候於朦朧感覺到特別幸福，也覺得自己的努力有所回報了。正是這一件事讓於朦朧品嘗到了辛苦過後收穫的果實是什麼味道。而對於音樂，他也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。於媽媽經過這一件事看到了於朦朧的潛力，他開始覺得也許於朦朧會適合走演藝這一條路。考慮到於朦朧數學成績很差，於媽媽很擔心他因為考不上好的學校而找不到好的工作，導致以後的生活會過得比較難。而藝術院校或者文工團對數學和其他科目的要求沒有那麼高，考上的幾率比較大，畢業之後也能找到一份好工作。於媽媽進一步堅定了自己的想法，她替於朦朧想得很遠。初三那年開始，於朦朧在媽媽的建議下開始學習大提琴。一開始她挺擔心自己會學不好，因為覺得太難了。可後來學着學着，慢慢就覺得還是挺好玩的，於是就繼續學了下來。来吧，拍吧。OK， 好。老师们好。好多人啊！怎么这么紧张啊？我为什么来这儿？我一開始其實是有點猶豫的，然後經紀人他們就背着我把合同簽了。我特別認可大家喜歡我演的那些角色，但是我更希望大家看到不一樣的我。我希望聽到的是客觀的建議。但是隨着時間越來越靠近中考，於朦朧感覺到了山一般的壓力，因為要忙中考，複習功課本來就耗費了不少精力，放學後還要去大提琴班練習，非常辛苦。於媽媽看看也很着急。後來因為太過勞累，於朦朧的身體開始出現一些問題。醫生建議於爸爸於媽媽不要給孩子太大壓力，不然這些壓力會對孩子從心理到身體都產生不好的影響。沒有辦法，大提琴最終還是沒有堅持，放棄了。而於朦朧也從此專注學習，努力考上了高中，繼續學習。回憶起自己小時候的種種，於朦朧當時覺得並不怎麼快樂的生活，現在看起來似乎只是自己想得太多。小時候還是有很多有意思的回憶，比如會幫他寫作業，還不畫3/8線的同桌女同學，比如蠻長一段時間，每天都會偷偷往有好感的小女生的包裡放零食，後來不知道怎麼被他的同桌發現了，然後有一天發現在自己的書包裡也開始出現了甜蜜的零食。很好玩的告白或被告白的經歷嗎？
我是被告白的经歷，然后变成我告白，是什么啊？就是先是被告白，因为当时我也很喜欢那个女生，是在上中学的时候，然后其实那女生也比较内向，她用了一种方式，就是会偷偷的在我的书包和我的抽屉裡面放零食糖果，然後後來我就猜到是誰了，因為她坐在我的後面，然後呢，我後來想，那我也不能這麼慫，我也要主動一些。其實我是一個很內向的人嘛，然後我也給她送零食，送禮物，糖紙全都塞回去。然後有一天他就送了一封信就給我，他也知道是我在給他送，然後後來我們就慢慢的就是會走得比較近，會聊天，然後每天放學的時候會有一個共同的愛好，就是養小兔子，因為那時候大街上都有賣那種寵物的小兔子和小鳥啊，你看見過那種吧？看過。對，然後我們倆，你確定不是小雞小黃鴨？哎，小雞小黃鴨好像比較真實。有彩色的小雞，對，彩色的小雞染了以後，然後回去一洗，整個就掉色，全是黃色。你打斷我了。然後那個小兔子，你再想想，那個小兔子，我們就一起遛兔子，別人都是遛狗，你們見過遛兔子嗎？沒有吧？你也逮它吧，它攻擊。因為那個小兔子其實是有小的籠子嘛，我們就在小區的草坪上面遛兔子，就每天就趁着這個時候聊聊天，這樣。好純真、啊。感謝小兔子。也有好多小細節哦，你還記得這麼清楚？對，因為印象很深，小兔子。哇，打小就有這個偶像基因，對，真是太浪漫，聽着過程都很浪漫。這個事情我相信你能幹得出來。哦，為什麼？為什麼？你平時就是那種萌萌噠，然後那種比較羞澀的那種性格，才能幹出這種特別純愛的事。就可能沒有那麼主動，對吧？就是，對，所以這個所謂純愛的偶像呢，這不是你的人設，不是人家生搬的，是你真的就是骨子裡的那種基因。對，我希望能有一些不同面向。對，要不你舉一個你叛逆的例子，不然咱怎麼接反派角色呢？對呀，對不對？比如在還沉迷於遊戲世界的年代，有一段時間特別羨慕手裡有 GBA 遊戲機的發小，可是因為家裡已經買了不少遊戲機，他不敢再開口向媽媽要，於是只能每天眼巴巴地看着發小玩，眼睛都捨不得挪開。但沒想到的是，過了沒多久，發小居然送了他一台 GBA 當作禮物。他有特別關心他，甚至有點戀愛傾向的爸爸媽媽和親人，也有朝夕相處的小夥伴，還曾經得到過很多老師的關心和幫助。這些都是很幸運也很幸福的事情。對於年幼內向的他來說，這些關心對方而又被對方關心着的溫暖感覺，才是他始終念念不忘的原因。大家好，我是於朦朧。因為在節目上說輸了那對需要在微博上爆料一個自己的小秘密，那我現在就開始爆料了，也不知道這算不算是個小秘密。就是小的時候我是大家眼中的乖學生，但是我有一個不為人知的小愛好，就是在周六周日休息的時候，我會偷偷溜到遊戲廳去玩街機，就是那種拳皇。然後最近呢，我在網上看到了又有賣那種搖桿的街機，於是我就買了一台。在劇組拍完戲休息的時候，收工的時候，我會在房間裡一直打街機。也算是回憶一下童年時候的愛好吧。因為我平時比較宅，愛做的事情很少，所以這是我最近的一個小愛好。
總是笑着當風，把所有難過都往心底裡收。朋友說你像光一樣，自己不亮也要照亮別人的路口。誰會想到最善良的人先悄悄走了，你離開之後，反而讓世界看清多少假面和理由。那時我們都太慢，才懂你那麼溫柔。原來你所有沉默都是在替誰守候。你離開不是句點，只是換一種方式陪在我們身邊，在夢裡替人解除快斷的線，在心裡提醒誰別走向危險。你變成光環在人群裡，繼續拉着我們往善良靠近。原來天使不會真正離去，只是不再讓我們看到你。我特別認可大家喜歡我演的那些角色，但是我更希望大家看到不一樣的我。